欢迎来到 Star News HT 频道，请订阅并分享，以便及时了解当今著名明星的最新消息。张艺谋也没想到，主角刚圆满收官，刘浩存转头就踏上了更宽的上坡路。主角收官那天，6月8号，央视一套播完最后那集，易晴娥在舞台上站定，灰姑娘的悲情旋律一响，檀木密密麻麻滚过去，一半在哭一半在刷，这嗓子绝了。然后你切到场外的创作座谈会，6月10号那场，张嘉译握着刘浩存的手说：“这姑娘真像我们身边的人。”旁边窦骁频频点头，苗阜穿着狗尸的 T 恤在旁边乐，看起来一切圆满，大团圆，收工领盒饭。但你要是往前翻2年的评论区，画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那时候不管他接什么戏，底下一定有一串固定台词，他父母那个事儿还没完呢，有他就避雷张艺谋是不是老花眼了？那种铺天盖地的否定，不是普通的黑，是那种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，看到名字就条件反射式的反感。2020年到2023年那阵子，他的名字基本就等于资源咖3个字的活体标本。所以今年5月主角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的时候，很多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点进去的，结果点进去就走不出来了。CVB 数据摆在那里，单集收视最高冲到 4.615%， 最高收视份额 20.176%。腾讯视频站内热度破3万，成了那年现实主义题材里最猛的一匹黑马。你说它是冷门秦腔剧，它打出来的数据比一堆 S 加偶像剧还狠。好，数据有了，咱再说人。刘浩存演这个易晴娥，说实话，刚开播那几集弹幕并不友好。有人说他表情管理太单一，永远一双亮亮的眼睛，但里面没东西。有人说他那个盾不是角色需要的盾，是他真就只会这么演。等到中后期，易晴娥要扛丧夫丧子、事业塌方、时代碾压，那种被生活碾过之后的沧桑感，刘浩存确实显得薄了。秦海璐一出场，那种从傲到碎再到硬的眼神层次，直接在旁边把他衬得像个学生旁听生。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骂归骂，讨论的方向悄悄地拐了个弯。以前大家吵的是他凭什么站这儿，现在更多人开始掰扯这场戏稳了，那场戏还是飘。你看抖音上那段第30集易晴娥在舞台坍塌后精神崩溃，眼神空洞念台词，那条单独剪出来播放量过亿，弹幕分成2派吵得不可开交，可重点是2派都在拿表演细节说事儿，不是拿他爸妈说事儿了。这个转折对刘浩存来说比收视破4还值钱。他为了这个角色到底下了多少功夫？有个事你可能不知道，2024年11月他就进西安秦腔剧团了，学陕西话发音，学乐头，学吹火绝技。大年30都在排练厅泡着，初4回片场继续默。吹火那项连珠火81口，他连续练了20多次，化妆乐头乐到眼泪往下掉，不用替身。北师大胡志峰教授看完说，他演出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里的倔。这些话从学院派嘴里出来，分量不一样。可你再把镜头往后拉一点，看全剧的格局，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。这部戏真正的底盘，不是他一个人扛的，是张嘉译拿艺术总监身份压舱，张艺谋拿监制名号背书，秦海璐、窦骁、孙浩、户强、苗阜这一整排戏骨和实力派把水位抬起来的。张嘉译在座谈会上自己说，影视创作没有捷径，深耕现实，尊重观众。这话没错，但他没说出口的另一句是，没有他跟老谋子这2个名字在海报上方镇着，这剧未必能拿到央视黄金档的那个坑位。
说到张艺谋，这才是整件事里最绕的一个扣。北五附中时期，16岁，艺考全国第一，干净零，没拍过广告，没演过网剧，一张白纸。张艺谋见了就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什么也别乱演，保持住，等我找你。”然后真就让他等了2年。他回学校上课，不接戏，不出镜，安安静静等。等到1秒钟立项，副导演去找他，发现他还真在等。张艺谋当场拍板就是他了。拍悬崖之上的时候更过分，零下几十度，他穿单衣拍语戏，哆嗦着把台词语速卡得死死的。张艺谋不催，旁边工作人员急得跳脚。老谋子来一句：“小孩不懂事呢，说他干嘛？今天拍不好，明天拍。你换任何一个别的导演，一场戏 NG 10几条太阳都下山了，早换人了。他导好，全剧组等他。这次主角选角更有意思，本来打算用新不用旧，在西安各大院校还选了1年，找那个像从县剧团里拎出来的放羊娃。1年没中意的，最后刘浩存顶上来了。你说这是选角标准高，还是选来选去就那个名单在兜圈子？不管咋说，戏播完了，人站住了，接下来才是真正好玩的部分。你看他收官之后的排程，就明白什么叫另一条上坡路了。美顺与长生，导演李路，就是拍《人世间》那位。黄轩搭戏，2026年1月已经杀青了。4季度定档央视一套加湖南卫视加芒果 TV3 平台齐发。他在里面演刘美顺，从16岁山村姑娘演到45岁中年妇人，东北远嫁北京的设定。丈夫心智停在童年，一辈子扛柴米油盐。李路什么人？拍人民的称呼和人世间的。他选演员不靠流量名单，靠合不合适。他让黄轩增重15斤，自己去特殊儿童学校住了3月体验，让刘浩存提前扎进河北农村找状态。这个配置明摆着不是让你来当花瓶的，是来考试的。考你能不能把一个普通女人40年的磨损和韧性给演实了。然后电影那边无孔不入，沙漠导演，陈叔编剧，陈国富监制，搭档彭昱畅。6月份深圳开机，题材是社会犯罪向，聚焦偷拍黑产链条。他演一个精通网络追踪的女孩邵小维。这片子从立项起就备受关注，当然选角上也闹过风波，网上传什么张子枫本来有戏，后来换了人之类的，吵得沸沸扬扬，但官宣落定就是他。沙漠之前的不说话的爱和你好，旧时光都证明了他能抓细腻情感和现实议题。这次走犯罪悬疑路线，对刘浩存来说是一次跳出自古装美年代舒适区的试探。你把这2块拼在一起看就很有画面感了。一部是央视黄金档顶配班底的年代温情大剧，冲着全民向奖项向去的；一部是现实主义犯罪题材的院线电影，冲着粗粝感、社会议题、年轻受众去的。两边都不是小成本试水，两边都沾着业内1等1的主创资源。你说是他凭主角的口碑自己挣来的？当然是，但你能不能假装看不见？这2个项目之所以敢把女主位交给他，前提条件是他身后那个名字已经替他把信任成本付过一遍了。这就是整件事最微妙的地方，也是我最不想下结论，也确实不下结论的地方。你看窦骁，戏一播完，商务代言和杂志封面就来了，豪门驸马的八卦早就不提了，人家认真搞事业的样子的确发光。你看苗阜，涨粉破50万，发视频乐到变形，跑了半辈子龙套，第一次被身边人正儿八经夸。你看宋诗那位扮演者，采访说到一半抹了一把热泪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好角色一出到配角身上的红利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服气。
唯独刘浩存这条线，你永远分不清，掌声里有多少是给易秦娥的，有多少是给终于不算砸了国师招牌的松口气。6月10号那场座谈会，他站在台上说，被观众字字滚烫的评论打动了，愿每个人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。底下记者举着相机，闪光灯啪啪的，他笑起来还是那股子干净的，像没被打过光的劲儿。可你要是仔细盯他的眼睛，那里面到底装的是易秦娥历经半生风霜后的通透，还是只是一个24、25岁的姑娘在巨大的机器运转中，刚好没被齿轮咬碎，还在努力站稳？你自己品吧。我反正还在等下一个答案，不是等美顺与长生播，也不是等无孔不入票房，而是等哪一天刘浩存的名字出现在主创名单上的时候，海报最上面那行大字不再是张艺谋监制，而是一个他自己挣回来的谁也替不了的东西。问题是，到那一天之前，你到底是佩服他扛住了，还是佩服那个肯等他2年，肯让全剧组陪他晒太阳的人？评论区见。